委内瑞拉马杜罗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8月19号，马杜罗正式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将动员450万民兵武装护国。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委内瑞拉的总人口还不到3000万人，等于说要动员总人口的 15%。马杜罗甚至反向威胁，公开称有本事就赶紧来，别磨蹭。这句铿锵有力的宣言似乎可以解读为委内瑞拉向美国的宣战。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委内瑞拉将进行重要的无人机部署，并派遣包括大型舰艇在内的海军舰艇在领海的更北部进行巡逻。再结合8月7号美国公开悬赏5000万美元全球缉拿马杜罗这事儿，委内瑞拉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可以说一触即发。众所周知，这20多年来委美关系虽然一直都不太好，但兵戎相见这还是第一回。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为啥要这么执着地把委内瑞拉视为眼中钉？委内瑞拉到底戳了老美哪些肺管子，让宣称自己是2战后唯一没发动过战争的美国总统董王不惜放弃诺贝尔和平奖也要兵临城下？这就得从委内瑞拉拥有世界第一储量的石油资源讲起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有多丰富呢？这么说吧，中东王爷们都羡慕的那种。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的探明石油储量，高达3032亿桶，占全球总量的 19.5%。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是世界第2大产油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家门口守着这么个摇钱树，以美国的调性，怎么可能不攥在自己手心里？因此，那时两国的关系虽有摩擦，但总体仍维持着紧密的经济与贸易联系。直到1999年，反美斗士查韦斯从天而降，一切都变了。查韦斯上台后，一改委内瑞拉过去的软弱和顺从，开始大力推行激进的左翼政策，倡导以玻利瓦尔革命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大规模的国有化能源、电信、土地等关键行业。在查韦斯看来，绝不能出卖自己的石油主权，这是底线。因为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不如以此为基础，建立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福利社会。同时，大力推动参与式民主，让城市平民、农民等长期被排斥的群体获得政治参与权。这些改革自然深受委内瑞拉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但同时也惹恼了老美。你把石油给国有化和主权化了，我老美还怎么操纵全球石油市场？我美元还怎么轻松地拿定价权？另外还有一个大背景，一直以来拉丁美洲都被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搞得苦不堪言，因此自2000年前后，左翼运动大行其道，除了古巴以外，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智利等国家都被粉色浪潮席卷。可以说，拉美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外部压力之后，选择了更强调公平、福利和国家主导的左翼路线，力图摆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查韦斯就是这股浪潮的领路人。他的改革不仅在委内瑞拉国内引发政治、经济和阶层结构的巨变，更在拉美地区产生广泛影响，激发地区左翼力量的崛起，推动拉美国家集体摆脱美国控制。查韦斯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和地区秩序，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对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试验都持强烈敌视态度，美委两国的直接冲突也因此不断加剧。2013年58岁的查韦斯因病去世，而他在走前指定了自己的心腹马杜罗为接班人。马杜罗是查韦斯的忠实追随者和莫逆之交，在查韦斯政治生涯的最后20年，马杜罗悉数参与，生死相随。这位1.9米高的壮汉在宣布查韦斯逝世消息时哭得声泪俱下，可见二人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同年4月，马杜罗赢得大选，并在随后的2018年和2024年的大选中均胜选连任。而他在执政的12年中一直坚定地延续查韦斯路线，尤其强调对抗外来干涉，这让美国相当不爽。走了一个查韦斯，又来了一个更不好对付的马杜罗。2014年以来，美国层层加码制裁措施，借口也毫无新意，还是人权那一套。总之，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到2019年更是陷入冰点，断交了。其实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在小布什时期就开始了，随后的奥巴马、特朗普、拜登3届政府则在经济、金融、石油、人员等多个层面持续加码。2014年，美国以委内瑞拉暴力镇压反对派示威、侵犯人权为由，签署了针对委高官的制裁法案。2015年，奥巴马将委内瑞拉列为特殊安全威胁，为加大制裁力度铺平法律道路。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又多次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波及到200多名政府官员和实体。此外，美国还严厉禁止本国企业投资委内瑞拉，金融机构也不能和委内瑞拉有交易往来，个人也不允许参与像石油币这样的新型金融工具交易。2019年，特朗普更是冻结委内瑞拉在美的全部资产，并惩罚所有与其保持业务往来的企业。受此影响，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从2016年的250万桶一天暴跌至2020年的30万桶一天。而委内瑞拉身为标准的石油国家，石油出口一旦受限，经济必遭毁灭性打击。
更雪上加霜的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大多是位于奥里诺科重油带的超重原油。种植原油需要很高的技术门槛，开采难度大，投入多，盈利能力还低。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加工这么复杂的原油，技术都掌握在国际石油公司手里。而在老美的层层制裁下，这些公司只能无奈撤走，这就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逼委内瑞拉服软。没技术就开采不了石油，就算侥幸开采了也卖不出去。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委内瑞拉也没有屈服。面对经济困境，马杜罗政府尝试放宽货币和外汇管制，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特区建设。为了缓解民生压力，也仍咬紧牙关继续推行社会福利项目，维持对底层民众的基本保障。在2014年的大选中，马杜罗以 51.2% 的得票率胜出，赢得第3个总统任期。虽然很艰难，但委内瑞拉还是撑住了。只要有底层民众的支持，马杜罗政府就能屹立不倒。与此同时，委内瑞拉还大力发展多元外交，与中国深化农业、投资、教育、旅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与俄罗斯签署能源、交通、采矿、金融等协议，推动联合开发天然气田等项目。与伊朗、土耳其等国也有密切交流。马杜罗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南南合作抗衡美国霸权，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时至今日，委内瑞拉还是左翼政党连续执政，即使早在2020年的特朗普 1.0 时期还宣布悬赏1500万美元抓他，后来到了拜登政府，悬赏金额又涨到了2500万美元。可想而知，老美有多恨马杜罗。到今年的8月8号时，特朗普 2.0 政府把赏金又翻了1倍，开到了5000万美元，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还不算完，仅仅过了1周多，在加勒比海部署2栖作战中队和3艘军舰，直接兵临委内瑞拉城下。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制裁压力，马杜罗高调反击，宣布展开全国征兵，大批民众在首都加拉加斯排起了长队，公务员、家庭主妇甚至是退休人员都争相报名。天下苦美久矣，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美国的制裁、封锁和干涉。面对外部压力，委内瑞拉人民选择站在马杜罗身后，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主权。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动荡，却永远压不垮一个有骨气的民族。气氛烘托成这样，不打一场似乎两边都下不来台，但说句实话，真打不起来还没到那个份上。而且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其实既复杂又矛盾，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促使马杜罗下台，换一个听话的傀儡上去，另一方面美方又需要委内瑞拉合作接收被驱逐的移民，不然没法对 MEG 交代，还担心对委内瑞拉施压过头，万一彻底倒向中俄就真完犊子了。2023年，为了应对全球能源紧张，美国就曾松过口，暂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制裁，允许他们出口一部分原油。拜登政府也多次放话，说愿意跟马杜罗政府坐下来谈，推动政治过渡和所谓的民主改革。说到底，只要形势紧张，美国也不得不低头。可政策一旦变成在极限施压与有限合作之间反复摇摆，那制裁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委内瑞拉问题实际上就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其中体现了大国博弈、能源安全、发展模式之争、全球治理危机等多重矛盾。美国之所以视委内瑞拉为眼中钉，根本原因在于其挑战了其全球秩序与地区主导权，不仅在经济、能源层面影响了美方利益，更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为拉美左翼力量提供了样板。然而，极限制裁与军事威慑并未如美国所愿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反而推动委内瑞拉向东看，寻求多元国际支持。而马杜罗政权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凭借对军队与底层民众的掌控，基本盘依旧稳得很。未来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会怎么走，走到哪儿，一方面要看全球格局怎么变，一方面也要看委内瑞拉人民怎么选。毕竟马杜罗的第3任期才刚刚开始，未来的6年委美博弈仍将继续。美国敢动委内瑞拉吗？在加勒比海搞那么大阵仗，咋迟迟不敢动手呢？10月的加勒比海上，美国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大舰巨炮秀。它的头号王牌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正率领着超过10艘战舰，把委内瑞拉围得水泄不通。上万名士兵整个带弹 F-35、MQ-9 死神无人机和各种侦察机在空中盘旋。特朗普更是亲自下场，对着镜头放出狠话：陆地上的打击马上就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结果呢？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只盘旋已久的帝国之鹰伸出的利爪却迟迟不敢落下。那么，都已经在委内瑞拉家门口拉开了架势的美国，为何迟迟不敢动手？他到底在顾忌什么？要想看懂美国这波操作，我们得先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是直接派兵登陆，占领加拉加斯，把总统马杜罗抓到关塔那摩吗？
这听起来很符合美国一贯的霸道作风，但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玩法了。今天的美国更喜欢玩一种更巧的模式，极限施压，让你自己撑不住，从内部崩溃。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不是征服，而是压垮。它不是为了在委内瑞拉插上星条旗，而是要制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让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觉得王师将至，让其军方高层感到坐立不安，最终从内部发动政变，自己把马杜罗赶下台。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炮舰外交，用航母战斗群当心理战的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的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经济制裁搞了这么多年，委内瑞拉经济却是一塌糊涂，老百姓苦不堪言，但马杜罗的政权却依然稳固。2002年，美国背后支持的那场军事政变，2天就被查韦斯给翻盘了。后来扶持瓜伊多搞一国两主的闹剧，最后也成了国际笑话。能用的办法都已用尽，就只剩下军事威胁这最后一张牌了。而这张牌的主要推手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老面孔，美国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要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多时候你得去看背后的人。卢比奥这个人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偏执狂。作为古巴移民的后代，他对拉美所有的左翼政权都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在他眼里，马杜罗不是一个国家的总统，而是一个打着选举旗号的拉美头号刺头。正是卢比奥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力排众议，压倒了那些还想跟委内瑞拉谈谈石油生意的务实派，成功把禁毒和反恐这两面大旗插在了委内瑞拉的头上。这个操作非常阴险，也极其高明，因为一旦把委内瑞拉的太阳卡特尔和特伦德阿拉瓜这些犯罪团伙定义为外国恐怖组织，特朗普政府就可以绕开国会爱国者法案赋予总统的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对恐怖分子进行军事打击。这等于拿到了一张合法的行凶执照，想打谁就打谁，想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那些在加勒比海上被炸成碎片的小船，就是这张执照的第一次实战应用。当然，这出大戏不只是演给马杜罗一个人看的，更是演给整个拉丁美洲看的。美国这次摆出这么大的阵仗，也是在用最粗暴的方式重新宣告门罗主义的回归，就是要证明这片后院还是我说了算。这一幕几乎让整个拉美国家都感受到了寒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公开表示，绝不参与任何入侵委内瑞拉的行动。墨西哥等国也对此忧心忡忡，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他的目的是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大的政治利益。但问题是，如果马杜罗不上当，委内瑞拉军方也不内乱，那美国这出戏该怎么收场？真要假戏真做吗？这就得算算另一本账了，一本让帝国也肉疼的经济账。一说到打仗的成本，很多美国人心里都会浮现出一个噩梦：伊拉克战争。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前，信誓旦旦地告诉美国人民，这场仗花不了多少钱，也就500-600亿美元吧，速战速决。结果呢，这场战争像一个无底洞，吞噬了美国的财富。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最新估算，算上照顾伤残老兵的长期费用，伊拉克战争的总成本飙到了 2.89 万亿美元。2.89 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足以让美国的电网全部脱碳，给几百万美国人创造高薪工作，还能顺便把所有人的学生贷款都还清。可以说，一场战争打掉了美国一代人的未来。有了伊拉克这个血淋淋的教训，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在计算对委内瑞拉动武的成本时，手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心里却在流血。因为直接开战的成本是惊人的，马杜罗手里控制着一支装备不算差的军队，而且委内瑞拉多山的地形，一旦陷入游击战，对美军来说就是另一个越南或阿富汗。更重要的是，一旦打烂了就得负责重建，这就是所谓的陶瓷店原则，即谁打碎的谁就得买单。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占领和重建费用会让美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政策崩溃，但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要命的是石油。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一旦战火燃起，全球石油市场会立刻发生剧烈动荡。有分析师估计，国际油价可能会瞬间飙升 10%到 20%。10%到 20% 听起来好像不多，但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感受会非常直接。这意味着你家车库门口加油站的油价一夜之间就会跳上一个新台阶。要知道，特朗普任内，美国油价一度降到了4年来的最低点，每加仑不到3美元，这个是他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在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和汽油价格的走势几乎是一条反向曲线，油价一涨，民怨沸腾，总统的支持率就得掉。对于一个即将面临选举的政府来说，主动引爆油价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了一个遥远的不一定能成功的政权更迭，去得罪国内成千上万的选民，这笔账特朗普算得比谁都清楚。他可以为了选票去威胁别人，但绝不会为了威胁别人而丢掉自己的选票。所以帝国的算盘打来打去，发现动武这门生意实在是亏到姥姥家了，不仅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还要赔上国内的政治基本盘。当今的世界早已不是2003年的世界了，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单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委内瑞拉不是孤军奋战的萨达姆，他的背后站着两个美国最不想看到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关系那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从查韦斯时代开始，俄罗斯就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军事盟友。这些年，委内瑞拉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40亿美元的武器，从 AK-103 步枪到苏30战斗机，应有尽有。俄罗斯甚至还2次派遣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图160战略轰炸机飞到委内瑞拉，和委内瑞拉空军搞联合演习，这基本上就是把我罩着他几个大字写在了脸上。就在不久前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更是直接警告美国不要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对委内瑞拉的任何攻击都可能影响整个地区。如果说俄罗斯提供的是军事上的硬保护，那中国提供的就是经济上的生命线。在被美国长期制裁、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正是中国的贷款和投资帮助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勉强为之运转，让马杜罗政府不至于彻底断炊。同样在安理会，咱们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明确谴责美国的军事打击是单边和过度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中俄的表态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困境，这会把美国本已紧张的军事和经济资源进一步拖垮。有趣的是，美国越是气势汹汹地威胁委内瑞拉，反而越是把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中国这3个国家更紧密地推到了一起。本来可能只是松散的合作关系，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下，迅速变成了抱团取暖、一致对外的战略同盟。华盛顿本想杀鸡儆猴，结果却把鸡和猴子还有远处的熊和熊猫都推到了一块。这棋如果下到这份上，那就成了死局了。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怎么还不对委内瑞拉动手？答案已经很清晰了，他不动手不是因为他仁慈，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政治讹诈，一场杀鸡儆猴的心理战。他的目的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动手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因为帝国的算盘打得太精。他发现动武的代价，无论是伊拉克战争留下的万亿账单，还是油价飙升引发的国内政治风暴，都远远超过他能得到的好处。他不动手更不是因为他突然热爱和平了，而是因为他抬眼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棋盘上不再是他一个人在下棋。在棋盘的另一端坐着2个同样体谅的玩家，他们不会再允许美国随心所欲地掀翻任何一张牌桌。在加勒比海徘徊的美国航母就像一头年迈的狮子，它的吼声依然能震慑丛林，它的利爪依然锋利，但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捕猎的百兽之王。每一次出击前，他都必须计算成本、评估风险，还要警惕旁边虎视眈眈的其他对手。这场在委内瑞拉外海上演的军事大戏，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前奏，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它标志着那个由美国一家独大、说一不二的单极时代的彻底终结。世界确实变了，而美国在加勒比海的犹豫和克制，就是这个时代变化最响亮的回声。